上一世，我妈生了3个孩子，哥哥弟弟还有我。在家里最困难时，爸妈商量把弟弟送给没有孩子的姑姑家养，可妈妈犹豫再三，实在舍不得弟弟，最终选择把我送给姑姑。于是后来我出国留学，事业有成，定居国外。哥哥和弟弟在老家为了一套房子发生争执，妈妈悔不当初，觉得当年应该把弟弟送出去，于是她重生了。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姑姑来接孩子那天，把我藏在了柴垛里。殊不知我也重生了。我叫林多多，是家里最多余的孩子。我哥成绩好，我弟生得十分漂亮，而我平平无奇，放进人堆里，永远是那个最暗淡的存在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从没想过有一天爸爸妈妈会把我丢给别人。可这一天在我7岁那年到来了。一场失败的生意让我家一夜之间陷入亏空的窘迫境地，爸妈再供养不起3个孩子，半夜起来开家庭会议，商议把最小的弟弟送给姑姑家抚养。我还记得当时妈妈红着眼眶，泪水决跌了一场又一场。爸爸站在理性的角度上，却为妈妈，天喜才2岁，对我们还没有多少记忆。我姐夫的家庭条件你也知道，天喜到了那里，只剩下享福了，何必让他跟着我们受苦呢？看着正睡熟着不谙世事的小弟弟，我也一阵鼻酸。第二天，姑姑和姑姑来接小弟弟了。姑姑在桌上放一叠厚厚的人民币，笑着问妈妈：弟妹，想好了没有？妈妈昨晚已经把眼泪哭干了，这回眼睛肿得老高，显然她已经做好了决定。一阵悲伤的寂静过后，妈妈隐忍去嘴嘴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：大姐、姐夫，我家天喜今后就麻烦你们了。此言一出，爸爸和哥哥再也安慰不住悲痛，相拥而泣。此时被妈妈藏进柴垛里的我，嘴角却扬起一抹笑意，因为我重生了。上一世被妈妈送走的孩子是我。就在前天，我一醒来就看见了老房子破旧的天花板，正经历时，一张熟悉而年轻的脸映入眼帘。这张脸正是30岁的妈妈，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7岁那年，也就是被妈妈送给姑姑的那一年。对了，但是我的身体本能的颤抖起来，我不管不顾，坐起来跪在妈妈面前：妈妈，求你别把我送出去，求你。上一世我也是这样求她的，但我这样做的理由已然发生了改变。我迫切的想让自己留在家里，尽管我能想到妈妈是不可能答应我的，因为在这个家里我本来就多余。只是下一秒我却愣住了，只见妈妈露出了欣慰的神情，温柔的把我从地上扶起来，说：多多，不怕，妈妈当然不会把你送走的，后天姑姑就要来接弟弟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我愕然，鸡皮疙瘩骤然起了一身。妈妈接着说：等到了那天，你就躲进院子里的柴垛，谁叫你都不要答应哦。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必须把你留在身边。我马上意识到妈妈也重生了，连忙点头，装作很惊喜的样子，因为我不想让妈妈看出来我的破绽。上一世的结局，我们母女俩闹得并不愉快，甚至说我们已经走到了断绝关系的地步。看着妈妈满意的走出去后，我露出了讽刺的目光。我临死前，她那副丑恶的吵闹着让我下地狱的嘴脸我至今记得，可时空转换，她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难道她真的如她所说，很珍惜我这唯一的女儿吗？当然不是，如果是，她就不会在生哥哥时给她取名林唯一，如果是，她就不会在生下我之后看都不看一眼，随便给我登记了一个名字，如果是，她更不会展现出对新生小弟弟的偏爱和宠溺，独独忽视我，临时变卦，把我送进地狱般的姑姑家。旁人人都觉得能生在我那有钱有势的姑姑家就是逆天开局，在他们看来，我能出国留学，自己开公司移民国外，靠的都是姑姑辜负的强大背景。但我是怎么去世的，他们似乎都忘了，还顾着残破不堪的房间。我竟然释怀着笑了。妈妈，既然你那么想让弟弟取代我上一世的人生，那么就拿去吧。终于弟弟被姑姑带走了，我从柴垛里爬了出来。妈妈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蓦然变了变，我清楚的看出那是满满的怨毒。也对，上一世我功成名就，妈妈低下姿态，求我给弟弟的婚房凑钱，我不答应，她就撕破了脸，到处骂我是不孝女，挣钱不干净。我和她对视了几秒，突然乖乖走上前去，我说：妈妈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你还是把我送走吧，等你们把钱赚回来再来接我。毕竟当年妈妈也是这样承诺我的，但她说是一套，做又是一套。9岁时我赤着脚丫徒步走了几十里的，到家时已经奄奄一息，我哭着让爸爸妈妈救我，换来的却是妈妈大声呵斥我，有电话把姑姑叫来，头也不回的把我送回去。我当时心想，妈妈2年了，你还不能把我接回去吗？事实证明，她从没想过把我接回来，她已经不要我了。而现在，妈妈听完我说的话，神色挣扎。见状，我接着说道：大家都说姑姑家有钱，我要是去了的话，就能有漂亮的公主床和芭比。可我话还没说完，妈妈就运动的抬起手，给我一个响亮的巴掌。你在做什么梦？那些都是你弟弟的东西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但在他看不见的角度，我又笑了。就是这样，妈妈，那些都是我弟弟的东西，你可要帮他守护好啊。这一世的时间过得好快，冬去春来，很快7年过去了。7年之间，我敬业的做着家里的隐形人，成绩还是一般，性格也是淡淡的不太讨喜。我整个人淡到妈妈就快忘了我的存在。不过我算了算，弟弟天喜今年应该9岁了，他有没有住上带席梦思床垫和大阳台的豪华房间呢？想到这儿，我真是天心，我都很羡慕啊。于是在一个普通的午后，我找到了妈妈，扬起单纯的小脸，委屈无辜。妈妈，我同学他们都有自己的房间了，我也长大了，我想我和哥哥一个房间，哥哥经常不回家，可是那房间太小太暗了，我睡着又冷又怕。不用我想也知道，妈妈的脸色唰地一下沉下来，她放下手里的指甲油，你爸要下班了，你不去做饭，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含自己的房间，你有个床睡就不错了，每天和那些有钱的人家攀比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能懂点事呢？她越说越生气，而我低着声音喃喃道：可是弟弟都有大房间住了，他还有一屋子的乐高和漫画书。我说着，妈妈的眼睛突然瞪大了，她紧紧捏着我的胳膊，逼视着我。你说什么？天喜怎么了？说大声点。于是我把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妈妈听完，终于松开了手，转头瞪着眼问我：你是从哪里知道
知道的。对，忘了说，妈妈说姑姑的钱已经答应好，在天喜16岁之前都不能见面，所以听到天喜的消息，妈妈肯定很兴奋吧。我说，我当时有个初中同学的亲戚和天喜是同学，他告诉我的，妈妈几乎是又哭又笑。我家天喜真是过上好日子，我家天喜。不过很快他察觉到什么，大声怒斥我，你又在觊觎天喜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家你想住就住，不想住就滚。于是我落荒而逃的滚了。这一天是天喜的9岁生日，上一是我9岁生日那天，姑父也送给了我相同的礼物，可姑父这么有钱，又怎么只会送那些礼物呢？总之，天喜也许是高兴坏了。凌晨，我依稀听见外面传来喊叫声，这声音凄厉又哀痛，对我而言很是熟悉，我怕妈妈听不见，刻意制造出了其他声音，于是爸妈被成功进行。前一秒，他还在骂我在房间里发什么疯，下一秒，院子里就传出一阵杂音，紧接着是我妈的哭声，她哭着，天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谁送你回来的？是天喜自己回来的。半夜2点，家里灯火通明，我战战兢兢站在一旁，看着满身污垢，像饿狼一样吃饭的弟弟。过了7年，弟弟真是长大了好多。可弟弟吃完饭，把筷子一摔，突然向我冲了过来，他把我推倒在地上，抬起手就要朝我过来。你就是林多多吧？凭什么被送走的不是你？爸妈见状，赶紧把他拉开。可他们呢？下意识竟然是查看弟弟身上有没有受伤。转而嚷了一声让我滚，我很听话，躲回了屋子里。于是我听见爸妈围着弟弟嘘寒问暖，半天他们才切入正题。你自己回来的，你姑姑，你爸妈呢？弟弟稚嫩的声音喊着哭腔，他们不是我爸妈，他弄得我好疼。妈妈大惊失色，下意识说他们打你了。但是妈妈心里一直记得弟弟得到了生礼物的事情，她忍着心疼，把爸爸拉到角落，你快给大姐打个电话，看天喜是不是犯什么错，离家出走啊？大姐和姐夫昨天才给天喜送了大房间和好多礼物，没理由无缘无故打他的。我忍不住要鼓起掌，对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别停。我听着弟弟在外面无助的哭声，就回想起上一时我满16岁，终于得以回家和他们相聚，但是弟弟一脸冷漠，伸手就问我要苹果手机。后来的那些年，弟弟承认我的一场噩梦，也是他让永远的留在了国外，所以我会心疼他吗？不会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把我当做一个人看待。清晨6点，姑父开着车来了，姑姑给妈妈解释了事情的原委，说是天喜过生日那天想拿钱和同学去 PTV 玩，但是姑父担心他学坏，没有答应他，他们还给了弟弟1万块钱红包，以及一间带阳台的大房间，房间里更是摆满了玩具、书和各种电子产品。我们怎么会打他呢？我们爱他还来不及，他这个年纪有点调皮是正常的，弟弟妹你们放心，我们会把他教育好的。就这样，妈妈再次不舍得把弟弟送走了，临走前，弟弟扒着车门大声骂妈妈，你不配当我妈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妈妈把我当成了替代品，她的眼泪全流到了我的衣服上。弟弟走后，妈妈的情绪一段时间都很低落，她几次3番和爸爸商量，说要不把钱还给他们，把天喜接回来，可是爸爸严词拒绝，家里的生意还在亏本，每个1年半载赚不来钱，现在把钱给他们了，我们拿什么养薇依和天喜？看吧，在这种事情上，他们永远提不到我的名字，那我何不凑上去，找不存在感？于是我说，妈妈弟弟说的对，当年本来就是我应该被送走，要不你们把我送过去，把弟弟换回来吧。妈妈瞳孔一震，过了好半天，盯着我说，闭嘴，还有7年。再等7年，我们就可以和天喜见面了，黑暗里，我轻蔑地看着他，沉沉的心声回荡，见面吧。再见面，你就会发现你多了一个仇人。中考来临，爸妈没对我抱任何期望，相反，他们带着哥哥去旅游了，而我只能在家里看家。也好，清大附学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我自己拿回来的，学费全免。3年后，保送清大的电话也是我自己接到的。是的，这几年我都在空分，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我想的都是如何让自己放松、开心地度过暑假。不过，对于现在的完颜，这也是一种奢望，因为想要永远逃离这个时刻都会爆炸的假，我必须赚到很多的钱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写网文。忘了说，上一世我还是一个爆文作家，是这个梦想让我坚持1年又1年，2个月的时间，我靠写文赚到了第1年的生活费。于是，等爸妈带着哥哥旅游回来，他们就发现我已经不在家里了，桌上只有我留下的一封信，我出去了，过年再回来，勿念。可笑的是，他们连1通电话都没打来过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我考上了高中，其实我是去北京上学了，他们只以为我没考上学，出门打工赚钱了。我知道我做的很对，但我要做的不止这些。转眼又过了3年，我高中毕业，保送清大那天，村支书给我家去了贺电，我妈才知道这几年其实我是在上学，她惊愕的说不出话来。村支书撺掇我妈大摆升学宴，我回到家后，我妈质问我，你去上学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一脸淡然，我说过呀，可是你们没当回事。我妈应该是想起了那年暑假我留下的纸条，她不甘心，反正我话放在这里，你上大学的学费、生活费我都不会管，我更加无所谓。呐，我不会花你的1分钱。我妈见威胁不到我，愣了，随后她又开始了拿手活，恶意揣测，你说实话，这几年你是不是干什么不干净的工作了？